快下来！那可是價值2个亿的国宝大鼎，你竟然拿来当座椅！我叫苏晨，在系统的帮助下，成为江城无人不知的文物破烂王。但其實，在半個月前，我還是個被周家趕出來、一無是處的赘婿。趙老板，這件可是從正經戰國墓裡出的。您看這饕餮紋，這筆觸，這繡色，市面上您打着燈籠都找不着第二件。18萬，您拿回去轉手翻個倍兒，跟玩似的。看着是不錯。決口內側有2條細線刻痕，不是鑄造紋，是後刻上去的。戰國的青銅爵如果紋路走線不流暢，說明鑄造時的模子就有問題，屬於次品。如果後期補刻，工具也不對，這條痕太銳了，銅器磨不出來。你什麼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這個青銅小爵不對。趙老板，這就是你家做生意的態度。我胡三攤在這行混了這麼多年，還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說我賣的是假貨。你這單生意不做也罷。別，有話好好說。蘇晨，你一個上門女婿，管好端茶倒水就行了。生意的事兒輪得到你來指手畫腳？你摸過幾件青銅器，見過幾樣真東西，還跟我講紋路，簡直是無稽之談。我說的是真的，18萬不是個小數目，爸，您可不能被騙了。哼，還敢在這裡胡說八道！你誠心不想讓我做生意是不是？趕緊過去庫房搬東西，再敢搗亂，打斷你的腿！寶貝，小點聲，別被你老公聽到了。放心，他不會發現的。你們在幹什麼？我們在幹什麼？你看不見嗎？你可是我老婆。蘇晨，你一個上門女婿3年了，沒給這個家掙過1分錢，沒出過1份力，窩囊沒用又多餘。我周林的男人應該是像鄭少這樣的溫柔多金的富家公子，你根本不配。兄弟，你但凡有點本事，琳琳也不至於找我。凡事要多從自己身上找找原因。哎呦喂，這是在幹什麼？蘇晨，你是不是又鬧事了？我怎麼跟你說的？你想在我們周家待下去，就得給我安生一些。爸媽，不是我，是周林的，是他做錯事了。原來是鄭少啊！你和我們琳琳在一起了，怎麼不早說？白讓這個沒用的在家裡占地兒。犯錯的是他們，你們不僅不替我說話，還支持他們。你自己沒本事留不住人，還怪上別人了。人家鄭少殺勢好，人脈廣，有錢有權的，你拿什麼比？你自己但凡爭氣一點，琳琳會這樣？當初是因為琳琳喜歡你，我才同意讓你入贅周家。現在琳琳不要你了，識趣點，就自己捲鋪蓋走人。好，那我就離婚。這可是你說的。原來你早就準備好了。太好了，我終於擺脫他了。鄭少，我們去慶祝一下吧。等一下，你還有什麼事兒？離開之前，你要把我的祖傳玉佩還給我。我找人鑑定過了，這玩意兒根本不值錢，也就你這個沒出息的當塊寶。為什麼會是這樣的結果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丁，檢測到青玉奇龍配血脈關聯，系統綁定中。3、2、1，恭喜宿主激活國寶修復系統。國寶修復系統進度20%，初階激活，功能文物之眼開啟。系統？那是什麼？初階？意思是說還有高階？文物之眼又是個什麼功能？宿主，這些需要你自行探索哦。我剛才是看花眼了吧？我入贅周家3年，白天在古玩店打白工，晚上回去還要給他們一家子洗衣做飯。3年來我沒休息過1天，可最後卻被掃地出門。除了這5塊錢，我什麼都沒有。可就5塊錢能幹什麼？丁，檢測到宋代龍泉窯青瓷碗。所以剛才那個不是夢，系統說的文物之眼就是鑑寶，這下我要發財了。阿姨，您這袋子裡裝的什麼？都是從老房子裡翻出來的沒用的瓶瓶罐罐，我打算拿去廢品站，多少能換點錢。巧了，我就是收廢品的。你
穿得破破爛爛的，倒也像。阿姨，您现在把它卖给我，也省得再跑一趟了。这样吧，您出个价，5块。怎么，5块还嫌多？不多，不多。给您。宋代龙泉窑青瓷碗，保存状态70%，品级中低，市场估值15至20万。20万，5块换20万，收废品竟然这么賺錢！很好，離開了周氏古玩店，我的蘇家廢品站正式開張。哎，幹什麼呢？你不能進去。我是來拍賣東西的。這裡可是江城最大的古物拍賣行，不是什麼破爛都收的。你這樣的，連最基本的着裝要求都不符合，能拿出什麼好東西？趕緊走！什麼着裝要求？要穿正裝，就算沒有正裝，至少也要打個領帶。你的意思是有條領帶就可以了？這位小姐，可否借你的髮帶一用？放肆！你知不知道他是？呢？現在我有領帶了，能進了嗎？請。謝了。秦總，這人就是個窮小子，身上連件好衣服都沒有，那袋子裡裝的8成也是地攤貨，放他進去，萬一搗亂。我卻覺得這人有點意思，說不定會給我驚喜。先生，您帶來的拍品一會兒會有鑑定師鑑定、估價，之後才能確定是否能上我們拍賣行。好。但今天送拍的客人比較多，您可能需要多等一會兒。我來吧。秦總。是你？他剛才叫你秦總。我是瀚海拍賣行的首席拍賣師。同時佔有20%的股份，算半個老闆。我見過的文物成千上萬，基本的鑑定能力還是有的。現在把你的東西拿出來看看吧。有點意思。宋代龍泉窯，釉色偏青灰，胎體厚重，底足修胎乾淨利落，東西對。只是這道沖口有點可惜，不過不傷大雅。竟然真的懂行。蘇先生是要一口價賣給拍賣行，還是我們代拍，按筆抽分成？賣給你們就好，你開個價吧。25萬。25萬？別誤會，你這東西最多值20萬，多給的那5萬就當交個朋友。秦總爽快。那我就把東西拿走準備了。蘇先生可以在這兒休息一會兒，10分鐘後有人帶你去拍賣廳。這是蘇家收的那隻青銅小玦。周家敢在江城最大的古物拍賣行拍賣假貨，這下可有好戲看了。蘇晨，你怎麼在這兒？這是你家開的嗎？我來還需要向你報備。蘇晨，你看清楚，這裡是拍賣行，不是菜市場。這裡隨隨便便一件拍品都要幾十萬。你一個穿9塊9地攤貨的窮鬼，渾身上下的衣服加起來沒我一根口紅貴，到底是怎麼混進來的？這還用問？要麼是趁人多跟人屁股後面偷溜進來的，要麼就是從哪個犄角旮旯的狗洞鑽進來的。這裡竟然還有狗洞，不愧是鄭少，連門都有自己專屬的。你什麼意思？你罵我是狗？蘇晨，你全身上下也就這張嘴硬了。我告訴你，就算你死皮賴臉的跟到這種地方，也別想我回心轉意。我周林是絕對不會和你復婚的，你死了這條心吧。你放心，垃圾丟了就沒有再撿回來的道理。畢竟被別人碰過的，我嫌髒。你罵誰是垃圾呢？你再說一遍。行了，琳琳，你跟他較什麼勁？這種上不得台面的人，混進來也就是看看熱鬧，長點見識，這輩子估計也就這麼一回。咱們今天是來辦正事兒的，為這麼個無關緊要的人耽誤時間，不值當。站遠點，別讓人知道我們認識。希望過一會兒，
你们还能这麼囂張？各位，歡迎來到瀚海拍賣行。這麼多年，承蒙大家關照，所以今天第一件拍品得拿點像樣的出來，才算對得起各位蒞臨。第一件，清乾年間的粉彩纏枝連紋瓶。諸位，請過目。清乾粉彩纏枝連紋瓶，保存狀態90%，品級中高，市場估值60至80萬。這件粉彩瓶拍至細密，釉色瑩潤。纏枝連紋的線條流暢圓潤，是典型的前中期官窯風格。收藏價值嗎？各位都是行家，想必無需我自述。這是今天的第一件拍品，我們拍賣全當博個彩頭，價格絕對公道，就看哪位願意賣我幾分薄面來碰一碰這頭彩了。秦小姐，你的頭彩我勢在必得。好，現在開拍，起拍價40萬、45萬、50萬、 50萬了。諸位還真是給我面子，等得空我可要和諸位好好喝一杯。80萬。這出價比菜市場砍白菜還爽快，我看不是有多喜歡，而是為了博美人一笑吧。最後成交價90萬，歸李先生所得。現在是第二件拍品，和天白玉紫港牌，保存狀態60%，品級中低，市場估價20萬。銅獅龍耳雲雲紋宣德爐，保存狀態80%，品級高，市場估價500萬。碧紅牡丹紋香盒，保存狀態80%，品級中高，市場估價60萬。這女人果然厲害，不愧能把瀚海拍賣行做到江城第一。下一件拍品，宋代龍泉窯青瓷碗，釉色清灰，胎體厚重，修胎利落，只是口沿有一道衝口，搖搖者一折，攪攪者一污，雖有殘缺，所幸未影響收藏價值。這件起拍價15萬、20萬、 25萬、 30萬。誇張的嗎？45萬！恭喜黃老板以45萬的價格拿下這盞龍泉窯青瓷碗。秦小姐對我笑了，秦小姐終於對我笑了，怪不得願意給我讓利5萬，感情這點錢根本不算什麼。25萬買進，45萬賣出，10分鐘不到就賺了20萬。秦若曦，你這哪裡是交朋友，你分明是在把我當弟弟耍。今天拍賣會的最後一件拍品，也是我們用來壓軸的重頭戲——戰國青銅包貼紋爵。品相看着確實不錯，這繡色裹得均勻，不像是新坑出來的，應該是傳世的東西。等了一晚上，就是為了看這一件青銅爵啊，在哪出現都是要被搶破頭的。這件青銅爵，它起拍價250萬、 300萬、400萬、450萬。系統，假貨贗品拉完了。本以為你是個正經系統，沒想到這麼毒舌。還有哪位要加價嗎？600萬。啊，600萬，這價可不低了。之前一件差不多的青銅器，成交價才500多萬，再叫價就有些不值。650萬。自己給自己抬價嗎？周家還真是慣用這些不入流的手段。700萬、 750萬。鄭少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孫老闆不要多想，只是我也喜歡這青銅爵。如果孫老闆不再加價，那我就拿走了。他怎麼不跟了？最後這東西不會砸我們手裡吧？怕什麼？大不了就說我剛才聽錯價格，反悔就是了。800萬！還有比800萬更高的價格嗎？800萬一次，800萬2次，800萬。等一下，這個蘇晨，他到底想幹什麼？蘇先生是要出價嗎？對。那您出價多少？您的意思是1000萬？不，我報價1塊錢。1塊錢？這人瘋了吧？這不是砸場子嗎？瀚海的場子也敢砸？看他那穿衣打扮，根本不像是能進得出這種地方的人。蘇晨，你一個上門女婿，被我家掃地出門，一無是處的家伙，竟然敢跑到這裡來搗亂！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？我立刻就能讓保安把你轟出去。蘇先生，拍賣行的規矩是競拍只能往高價叫，不能往低價叫。孫先生出價800萬，您再出價只能比800萬高。另外，您出1塊錢，這個價格多少有些侮辱賣家了。我知道規矩，1塊錢也的確是我要給出的價格。知道
規矩還瞎叫價，成心搗亂是不是？我看这人就是故意找茬的，臨到最後非要刷一波存在感，引起秦小姐的注意。這種人就應該把他趕出去！趕出去！趕出去！各位先冷靜一下，不妨先聽聽蘇先生怎麼說。我之所以報價1塊，是因為這種假貨只值1塊。假貨！蘇晨，你胡說八道！你一個在店裡只配端茶倒水的下等人，恐怕連青铜和鑄鐵都分不清，憑什麼說它是假的？我看你就是記恨我跟你離婚，蓄意報復。我想起來了，周家的確有個上門女婿，但聽說是個沒出息的，3年了一直在店裡打雜。哼，這不就是被趕出家門不甘心，跑來砸場子了？說什麼假貨？我看就是心裡不平衡，故意讓人難堪。蘇晨，你在我們家3年，吃我們的住我們的，連一件像樣的東西都拿不出來，這些我都忍了。但我爸好心把你带到古玩店教你東西，你不学就算了，還手腳不乾淨的偷東西。你這樣的小偷騙子，現在還反過來污衊我，你还有良心嗎？這個蘇晨是什麼人呢？他的話肯定不可信。就是，周小姐，你這顛倒是非的功夫實在讓我佩服。我離開周家，到底是因為我手不乾淨，還是因為你不乾淨？您心裡沒數嗎？要不要我們叫上鄭少，好好對峙一下？這什麼意思？是我想的那個意思嗎？蘇晨，你少轉移話題。你不是說這件青銅爵是假的嗎？但你別忘了，能上拍賣台的都是經過瀚海拍賣行鑑定的，我們手續齊全，還有專家的簽字。你信口開河不要緊，但砸了瀚海的招牌，秦總可繞不了你。萬一有人買通了鑑定師呢？買通鑑定師？真有人這麼大膽嗎？瀚海拍賣行可是江城龍頭，真出了這樣的疏漏，現場不解決，招牌可就全砸了。蘇晨，你有什麼證據嗎？你今天要是拿不出證據來，我就告你誹謗。蘇先生，你既然敢當着這麼多人的面說這件青銅爵是假貨，那一定有你的依據。大家看口丸內側這2條線，鑄造銅器紋路是一次成型的，但這2條線走勢生硬，深度不匀，明顯是脫模之後用刻刀補上去的。再看這塊拋鐵紋，刻痕底部發白，是高速轉頭的刀口留下的痕跡，再怎麼用化學藥水腐蝕做舊，都蓋不住底下的切削面。這就是你們口中的廢物？我聽這講解很專業啊，萬一是信口胡渣的呢？反正我不信。不信的話，可以用高倍放大鏡去看紋路溝底，有很明顯的橫向打磨紋，手工刻刀留下的紋路只有縱向的，橫向條紋是證明機器加工的鐵證。萬一是用了特殊技巧呢？沒發現的，不代表就是錯的。你還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。現代膠水內含中的化學物質，在紫外線的照耀下會泛熒光白，難不成2000年前的鑄造件就用上化學物合成的膠水了？走，快走！攔住他們！你們知道本少爺是誰嗎？還不趕緊放開！秦總，就算那件青铜爵是假的，也是我們被騙了，我们根本不知情啊！秦总，这人要跑，被我们按下了。秦总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啊，是这個女人先找上我的。她說只要我答應作假，等這件東西賣出去後，會按成交價分我一半。秦總，我真是被錢蒙了心，我錯了，求您看在我在瀚海幹了10幾年的份上，再給我一次機會吧，秦總，我求求您了。我們瀚海拍賣行從來都是只講規矩，不講人情。瀚海拍賣行鑑定師李建良蓄意混同賣家，偽造鑑定結果，嚴重違反行規，即刻開除。另外，我會向鑑定協會提交材料，要求全行業封殺。另外，瀚海拍賣行與周家古玩店的合作關係到此為止。此後周家送投的所有物品，瀚海一律拒收。周家相關人員禁止踏入瀚海一步。瀚海和周家合作這麼多年，說斷就斷了。你不看看周家都把瀚海坑成什麼樣了？要不是蘇晨當眾揭穿這是假貨，藏品一出拍賣行，瀚海在整個行業的名聲可就臭了。別看秦總平時對誰都是笑眯眯的，真用起手段，這屋加起來都不夠他玩的。蘇晨，你和秦總關係很好，對不對？你幫我說句話，幫我求求這件事，要是被我爸知道，他會打死我的。這件青銅爵是你爸當着我的面收的，是真是假，他比我更清楚。你敢說你來這兒沒有他的授意？蘇晨，我求求你了，看在我們3年夫妻的情分上，你不能見死不救啊！周小姐，你不是一直看不起我嗎？現在怎麼開始講起情分了？
收起你那2滴眼淚吧，毕竟我还是喜欢你一进门时那个桀骜不驯的样子。苏晨，你一个被周家赶出去的人，一时得意又算什么？你等着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那我很是期待。苏先生，刚才的事儿真是谢谢你了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不过苏先生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，你坐在后排，隔了大半个厅的距离，一眼就看出来那件青铜爵不对，这会不会太匪夷所思了些？系统的事情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周林父亲收那件青铜爵的时候，我就在现场，当时近距离观察过，确認紋路有問題，所以我不是今天一眼就看出來是假的，而是很早之前就知道是假的了。我聽周小姐說，你在她家的古玩店打了3年的雜，一個只能打下手的夥計，怎麼眼光比周店主還要低啦？而且你在台上分析的頭頭是道，這些可不是門外漢能隨隨便便說出來的。我祖上做過藏品生意，我從小就跟着爺爺，耳濡目染的自然就學會了。後來家裡出了事，只剩我一個人。進了周家後，他們嫌棄我是個上門女婿，那些進出的貨物從來不讓我插手，所以不是我沒本事，是他們不願意給我機會而已。原來是這樣。這女人的警覺數太高了，以後再接觸必須小心再小心。蘇先生，不管怎麼說，你今天也是幫了我，幫了瀚海一個大忙，我能做些什麼來報答你呢？報答？果然，男人說的再好聽，也只是下半身思考的動物。屋裡冷氣打這麼低，你這又露胳膊又露肩的，可別吹感冒了。他這是在關心我。秦小姐，我不需要你報答我，剛才的事就當我還你多給5萬的人情。現在咱們兩清了。秦小姐，我幫你只是舉手之勞，不必放在心上，就此別過。他說什麼？他不要報答，還要跟我兩清？多少男人擠破頭想要見我一面，他竟然……等一下，秦小姐還有什麼事嗎？我是說如果我想找你，要去哪裡？晨風路233號，我在那兒租了塊地，做點小生意。秦小姐如果有時間，可以過來關照關照。你是做什麼生意？古玩收藏、品鑑，還是交易？你來了就知道了。有了廢品站做遮掩，再加上系統鑑寶功能的加持，我一夜暴富，走上人生巔峰，那是指日可待呀！回收宋代龍泉窯青瓷碗，積分加200百；鑑別戰國青銅爆鐵文爵，積分加100。國寶修復系統進度30%。哇，這東西真的能升級？加載到多少能升級？升級後會解鎖新功能嗎？這系統這麼高教的嗎？算了，以後多的是機會，再慢研究吧。老闆，你這裡收鐵疙瘩不？那些鐵製品又沉又佔地方，還不好處理。我可不想惹這麻煩。我這裡只收紙殼子，金屬類的不要。哦。丁，檢測到青銅獸面小鼎。等一下，咋了？我剛才想了想，您這麼老遠把這些東西背過來，沉甸甸的也不容易，要說收下也不是不行。真的，真的，您趕緊放下，我稱一稱這東西有多重，好算價。好。青銅獸面紋小鼎，保存狀態3成，品級低，市場估值60到80萬。真的是青銅器，還是鼎？就算周家那個青銅爵是真的，到了這個鼎面前，也是個弟弟。叔，您這東西是哪兒來的？從我家後院挖出來的。本打算翻地種菜，一鋤頭下去碰到個硬東西，刨出來就是這一堆鐵疙瘩。這些就是全部了嗎？還挖着其他的沒？哦，還有個大鐵鐘。表面鏽得厲害，敲也敲不響，而且它個頭太大，我一個人實在搬不動，就扔在那裡了。大鐵鐘，是我想的那個大鐵鐘嗎？一共40斤，1塊8一斤，總共72。這有40斤，我掂着30斤都不到。小伙子，你這稱不準吧？可別賠了。不賠不賠，我做生意就這樣，隨性。叔，我能去您家看看不？那個大東，您要是賣的話，我自己出錢出車拉走，您看怎麼樣？那感情好啊！走走走，我帶你去看看。
你管这玩意兒叫鐘？商青铜夔龙纹大鼎，保存壮腿6成，品级高，市场估值2个亿以上。Yes！ 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刚才脚底板有点痒。跟着这顶挖出来的只有一堆破铜烂铁，看来下面不是什么古墓，而是被暂放的。那么这一大一小2个青铜鼎就是全部了。这2樣东西只是因為某種原因暫時被安置在這裡的。這東西實在是太麻煩了，我想挪走都搬不動，還佔地兒。就它下面占的那塊地，夠我種好幾棵大白菜了。叔，這錢您拿着，去買500塊錢的白菜。這個大冬我替您解決了。小兄弟就是敞亮，這500塊我收了，可就不還回去了。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錢您收了，這鐘我可要拿走了。儘管拿走。小伙子看着精明，這腦子咋一點不轉？500塊連轎車的錢都不夠吧？我得笑得再實在點，以防他後悔。2億多的大禮，500塊就能拿下，叔不會意識到不對，臨時反悔吧？不行，我得笑得再真誠點。完美，不愧是我花費7天時間清理出來的寶貝。這品相，這氣勢，放在博物館裡，絕對是鎮館之寶的料。系統，我已經把青銅鼎回收了，為什麼還不給我積分？上次一個瓷碗就加了200積分，這麼大個鼎，不可能低於500吧？系統，你睡着了，還是故意裝死？難道是我的回收方式不對？哎，新來吧，誰讓你在這兒開廢品站的？我自己要開的呀，不過您哪位？我是住在後面那條街，再隔2條街的鄰居。我現在正式通知你，這廢品站不能開。阿姨，都隔了3條街，我開廢品站關您什麼事兒？這地兒我已經租下了，手續齊全，經營合法，只要我願意就能開。不行，我說不能開就是不能開，要聽我的。你看你這廢品站，髒兮兮的，還有一股味道，我在家都能聞到，蒼蠅蚊子都往我家那邊飛，你說關不關我的事兒？阿姨，我這是廢品站，不是垃圾站。再說，您家要真有味道，鄰居家的問題恐怕要比我這兒隔了3條街的大吧？那也不行，你一個年紀輕輕的小伙子，有手有腳的，幹什麼不好，非跑來收破爛。你這年紀出去給人打工正合適。阿姨，您這話說的，我這年紀幹點什麼不都是最合適的？就算是撿破爛，也是撿得又快又好。你行，你嘴硬是吧？我這就給你拍下來，發到網上，讓大家看看年輕人不學好，跑這兒開廢品站，還髒兮兮、臭烘烘的，有損市容市貌。行啊，阿姨，您拍，記得給我拍好看點兒，美顏開一下，瘦臉磨皮也加上。還有，我這人上鏡容易顯臉大，您往後站站，光線往左偏一點，逆光拍我側臉帥多了。咱們走着瞧，等我把這件發出去，所有人都來罵你，看你還能不能在這兒待下去。這是廷玉，你過來一下，快！院長，怎麼了？那個青銅鼎，你看到了嗎？夔龍紋，這個紋路的走向、間距，還有繡色的分布方式，院長，這個和我們2年前在史料裡看到的那件幾乎一模一樣。不是幾乎一模一樣，就是一模一樣。這件夔龍紋大鼎是戰國早期的東西，史料上有記載，但實物一直沒有出土過。學術界爭論了幾十年，有人說它在戰亂中毀了，有人說它被帶到了別處，還有人說它根本不存在，是後人杜撰的。如果這件青銅鼎是真的，那就是填補了大夏國近200年的歷史空白。院長，你先別激動，僅憑一張照片判定不了什麼，而且這張照片拍得不夠清楚，紋路細節和鼎足的形制都需要實物驗證。對，你說的很對，我們做研究的實地考察、實物研究才是最主要的。我這就過去一趟。院長，您都70多了，那個地方在城西，路遠且不好走，我擔心您這腿撐不住。院長，還是我替您過去吧，有結果了，我會第一時間給您打電話。行，你去吧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就把它帶回來。畢竟這青銅鼎，無論是對我們研究院
還是对整个大夏國都太重要了。院長，我記住了。如果它是真的，我這輩子也死而無憾了。就是這裡了。我是一個粉刷匠，粉刷本領強。距離太遠了，一些細節根本看不到。但如果我現在進去看鼎，很有可能會引起他的懷疑，帶來不必要的麻煩。算了，還是先不要打草驚蛇，晚上再來看吧。紋路底部有自然包漿，不是化學做久的，線條是手工錾刻，鼎足和腹部連接處的範線為數，這些都符合戰國青銅鼎的特徵，是真品。史料記載的沒錯，大夏國200年的歷史空缺，終於可以補上。誰在哪兒？你大晚上偷偷溜進別人家院子，拿着手電東照西照的，還有臉問我是誰？你長得這麼好看，氣質也不一般，肯定不是來偷東西。說吧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我是為了這青銅鼎來的。原來是看鼎，我還以為要劫色呢。行了，不逗你了，想看就等明天天亮了，過來大大方方的看，不用翻牆，更不用偷偷摸摸。畢竟我這兒做的是收廢品的正經生意。他就這麼同意了？是不知道這個青銅鼎的價值，還是根本不在乎？行了行了，深等半夜的，你一個小姑娘家家的，在外面不安全，趕緊回去吧。誰在那兒？本來想等你們走了再動手的，既然被發現了，那就沒辦法了。等把你們兩個礙事的解決了，再把這鼎帶走。你們也是為了這鼎來的？小妞，我不管你是哪條道上混的，但江湖規矩，誰有本事誰說話，所以就別怪我們兄弟倆不客氣了。我是不是太高粱？這才一晚上就把什麼牛鬼蛇神都招過來？有什麼事衝我來，別欺負人家小姑娘。你等會兒瞅準機會就往外跑，別管我。哼，跑？你們一個都跑不了。乖乖別動，一會兒還能少受點罪。大哥，這小妞不錯，一會兒能不能先讓她陪我玩一玩？哼，那就送你了。上，姑娘快跑！哎，怎麼沒動靜？這，我不是在做夢吧？不出意外的話，你現在就可以回房間繼續做夢了。姑娘，你到底是什麼來頭？不給我交個底，我這晚上睡不着啊！我是江城考古研究院的教授沈青雲，是奉院長的命令來考察這件青銅鼎的。原來如此，你們研究院的招募標準除了學歷，還要會功夫嗎？個人愛好。看起來像高嶺之花一樣不好接近，沒想到打人這麼疼，這算什麼？反差萌？剩下的事情我會解決。蘇先生，我們明天再好好聊聊。哦，好。昨晚那兩個人是文物販子，已經進去了。據他們交代，是看了網上的新聞，認出了那件青銅鼎的價值，特意找上門的。沒被人追着罵，倒是被人追着打，是我大意了。網上有關的新聞和照片我們都已經撤回了，但已經有不少人看到過，所以只要那件青銅鼎還在你那兒，往後找你麻煩的人只會越來越多。
我只想安安靜靜的收破烂，不想招惹这些是非啊。我開廢品站就是為了用它給系統打掩護，悶聲發大財。現在被這麼多人盯上了，以後還怎麼玩？所以蘇先生，你可以考慮把這件青銅鼎交給我們研究院。這件青銅鼎對我們研究院意義非凡，如果對它的研究有了結果，大夏國的歷史很有可能再往前推進200年。這麼厲害？只要你願意交給我們，價格隨便你開。等等，你們研究院收走文物還會給錢？不是發一面錦旗就完事了嗎？蘇先生，你還是少看些營銷號，合法渠道收回的文物會有相應補償，只是這個補償不會到它實際的市場價值而已。這樣啊，那我要這個數，5萬。50萬。5萬？我腦子是不是進水了？居然只要5萬！在周家過了3年的窮日子，連要錢都只敢往小了說，人家一張嘴就是50萬，我還在這5萬的，丟人，太丟人了。我會按照我們說好的50萬成交。我已經向研究院提交了申請，等錢送到，那件青銅鼎就正式屬於我們研究院了。沒問題。國寶修復系統當前進度50%，恭喜宿主解鎖終極階段，開啟新功能文物修復，竟然升級了！原來上交國家才是這件青銅制的正確回收方式。雖然失去了一筆巨款，但這個文物修復的功能聽着更值錢啊！你怎麼了？前面是有什麼東西嗎？哦，沒什麼，就是窮人乍富嘛，一時有點懵。蘇先生，我必須要和您說清楚，這件青銅鼎的真實價值可遠不止50萬。我知道，但我一個小廢品站老板，這東西拿在手裡睡都睡不踏實，還得防着半夜有人翻牆來搶。給你們研究院也好，能發揮它的最大價值，我也能落個清靜。蘇先生能這麼想，那就再好不過了。雖然大鼎給了你們，但還有個小鼎在我手裡，送去瀚海拍賣行，照樣可以換很多錢。我蘇晨做買賣，沒有吃虧的道理。我向研究院提交的申請已經通過了，錢正在送過來的路上。不急不急。沈小姐有男朋友嗎？要是你男朋友看到我们2個單獨喝咖啡，會不會誤會？我沒有男朋友，男人只會影響我的研究進度。蘇晨，我怎麼走到哪兒都能碰到你？我說了，我是絕不會和你復婚的。前幾天在拍賣行還哭着喊着要我幫忙，怎麼現在又拽得跟258萬似的？周小姐究竟是忘性太大，還是臉皮太厚？蘇晨，你之前在拍賣會還和那個秦若雪眉來眼去的，這才幾天就換了個人喝上咖啡了。你一個被掃地出門的上門女婿，現在左擁右抱的，還要不要臉？周林，你的嘴還是這麼臭，不過你還沒資格評價我。你看，同樣是男人，我背靠鄭家，要權力有權力，要資源有資源，想上班直接就是副總，不上班只憑家裡給我的零花錢也花不完。而你一個收破爛的，自己是垃圾，就只配生活在垃圾堆裡。這位小姐，我看你條件也不差，沒必要在他這種人身上浪費時間。他連自己都養不活，拿什麼養你？誰說我沒有錢？笑死！你一個收廢品的，撐死了一天能賺多少？50、100，鄭少一腳油門下去都不止這些錢。不過就是個啃老的富二代，在我這個富一代面前有什麼好得意的？收廢品怎麼了？收廢品可是個無本萬利的買賣，我一天賺到的錢說出來嚇死你。蘇晨，你就別在這裡吹牛了。以前在周家，我們好歹還能賞你口飯吃，離開周家你就啥都不是，還掙錢。你要是真能掙着錢，我立刻團成一個球，從這裡出去。這可是你說的。蘇先生，您的50萬現金已經到了，請清點一下。沒問題。周小姐，我的錢到了，你現在可以團成一個球走了。你哪來的這麼多錢？我一個收廢品的，當然是賣破爛賺的。不可能！收破爛天天跟垃圾打交道，只有最下等的泥腿子才會做。蘇晨，我懷疑你這錢來路不正，老實交代，是偷的、搶的還是騙來的？這錢是江城考古研究院支付給蘇先生的文物收購款，我可以證明，沒有任何問題。你說是研究院給的，就是研究院給的，有證據嗎？沒有，我就當你們是一夥的。我是研究院的沈清運，你不信，儘管去查。你幹嘛？我聽過沈清運這個名字，他可是陳院長的得意弟子，不到30歲就做到了教授級別。我們家做古玩生意，少不了和研究院打交道，千萬不能得罪他們。先是在拍賣行戳穿我們的青銅爵是假的，被秦若曦高看一眼，現在又搞了個什麼文物賣給沈清運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這個蘇晨什麼時候這麼有本事了？他在周家做了3年的上門女婿，他有多廢我比誰都清楚。這50萬估計是撞大運撿到的，
這一輩子也就這麼多了。也是，区区50萬，我一身衣服的花销而已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苏晨，今天看着沈小姐的面子上，我不和你計較，畢竟收一天破爛，就一輩子都是收破爛的。果然，越漂亮的女人說的話越不能信。刚才还说我要能挣着钱，就团成一個球出去，結果呢？錢都擺這兒了，人還不是好端端的2條腿走出去的。當然，漂亮成你這樣的不算。哦。我記得白天系統提示升級，開啟了文物修復功能，正好來試一試。系統，修復功能怎麼用？我要修復這件小青銅鼎。請將待修復器物置於雙手可觸及範圍內，保持專注。修復指引。真的修復好了，這功能也太逆天了吧！青銅獸面紋小鼎，保存狀態70%，品級高，市場估值2000萬。2000萬！2000萬！上次系統估價80萬，修完直接翻了近30倍。秦小姐，我又得了個好東西，你要不要來看看？地址就是我之前說的那個。好，明天見。發財了，發財了！系統，我可愛死你了！我是不是找錯地方了？沒錯，秦小姐，就是這兒，快進來吧。你說的做點小生意就是收破爛？收破爛怎麼了？收破爛好啊，成本低，利潤高，最關鍵的是能撿到寶。蘇晨，你是真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對你可是越來越感興趣了。你對我人感興趣沒用，對我的東西感興趣才重要。還真是不解風情。秦小姐，快來我屋裡，我有個好東西給你看。不可以在這裡看嗎？外面太扎眼了，指不定鑽出什麼持刀大漢要搶我東西，還是屋裡看安全。打開看看。蘇先生，你這裡面不會放了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吧？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？光天化日，孤男寡女共處一室，再加上面前是我這麼個大美人，你真的沒有什麼非分之想？秦小姐，這麼看起來應該是你對我有非分之想吧？蘇先生，我丟下1分鐘幾10萬的工作，跑來你這廢品站，希望你拿出的東西不會讓我失望。放心，絕不會讓你失望。這是青銅獸面紋小鼎，我在拍賣行這麼多年，經手的青銅小鼎不超過10件，至於品相這麼好的，更是第一次見。我說了，絕不會讓你失望。這東西你哪來的？收破爛收來的。收來的？收廢品還真能撿到寶？那上次的龍泉窯青瓷碗也是收破爛收來的。我看我那瀚海拍賣行不一定有你這蘇家廢品站賺錢。蘇先生，這件小青銅鼎你打算怎麼出？拍賣，按比例分成。可以，但這件青銅鼎價值非凡，貿然拿出恐怕會被些不懷好意的人盯上。這樣吧，3天後我會安排一場內部拍賣會，以邀請函的形式將江城世家召集起來。我想到時候一定能拍出個不錯的價格。那我就等秦小姐的好消息了。才這麼幾個人，可見入門要求嚴苛，不愧是瀚海等級最高的拍賣會。你好，你也是來拍東西的嗎？不是，我就來看看。倒是你，這個年紀的姑娘不都喜歡逛街嗎？怎麼還會對古玩感興趣？我爺爺快過生日了，我想給他挑件禮物，但我不懂什麼好，就想來拍賣行看看，畢竟賣得貴的品質都不會太差。說的也是。這是？
你收了幫忙糖，一會兒有什麼問題可要幫我啊。好。蘇晨，怎麼又是你？这句话應該我問你吧。瀚海拍賣行已經終止了和周家的合作，周家的人也禁止進入，你又是怎麼進來的？我已經和鄭少結婚了，現在的身份是鄭太太。瀚海不讓周家人進，關我這個鄭家人什麼事兒？倒是你，竟然還沒臉沒皮的抱秦若曦的大腿，你來這裡是長見識的嗎？那是自取其辱。我沒抱過秦若曦的大腿，因為那是肢體騷擾。但你沒臉沒皮的抱鄭家的大腿，可是在座的各位都看到了。秦總來了，我們還是不要節外生枝。今天是瀚海內部的貴賓拍賣會，拍品只有2件。第一件青銅獸面紋小鼎，這件青銅獸面紋小鼎紋飾清晰，包漿自然，品相70%以上，起拍價1000萬、1500萬、1800萬、2000萬。這青銅鼎雖然收藏價值很高，但用作壽禮不太合適，還是再等一等。好，3500萬。恭喜顧先生以3500萬價格拿下這件青銅獸面紋小金。系統估價2000萬，秦小姐直接拍出了3500萬，這次賺大了。第二件拍品南山獻壽圖。太好了，就是它！這幅畫我一定要拍到。這幅獻壽圖為絹本設色，相傳為江南某文人為其恩師80大壽所作，畫面布局疏落，筆墨蒼潤，松鶴意象寓意長壽安康。起拍價800萬、1000萬。系統。南山獻壽圖保存成處未知，品級未知。南山獻壽圖保存成處未知，品級未知，市場估價未知。假畫就會直接說是假畫，如果是真畫，這個未知是幾個意思？系統，你能不能說明白一點？這幅畫1/3為真，1/3為仿，1/3為補，哼，拼接縫合怪。縫合？1500萬、1600萬。不行，這麼出價太慢了，5000萬。恭喜宋小姐以5000萬的價格拿下這幅南山獻壽圖。這幅畫能不能讓我看看？蘇晨，你算什麼東西？一幅5000萬的畫，你也配碰？萬一把畫弄壞了，把你整個人賣了都賠不起。蘇先生，現在這幅畫是我的了，你想看就看吧。這個蘇晨到底有什麼本事？怎麼有那麼多美女接二連三的替他說話？這幅畫不對。蘇晨，你少在這裡胡說八道！同樣的招數你已經用過一遍了，還想再用？真把大家都當傻子嗎？蘇先生，這幅畫上拍之前我親自看過，瀚海的10位鑑定師也逐一鑑定過，得出的結論無一例外，都確定這幅畫是真品。你們說這幅畫是真的，沒問題；我說它是假的，也沒問題。蘇先生，你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這幅畫被人動了手腳，你們看這裡，這段松樹用筆蒼勁，墨色和膠本之間滲透自然，是原畫無疑。但這裡這2隻丹頂鶴比例明顯偏軟，線條猶豫，整體氣韻和前一段斷了，這是後人的仿作，臨摹的水平不錯，但遠不及原作者。這一段更簡單，墨色和膠本之間幾乎沒有什麼自然滲透，像是直接畫在已經做舊的新絹上，再加上落款處那方朱印的邊緣太規整了，不像是幾百年前漆蓋的，更像是用現代印章蓋上去的。我怎麼有點聽不懂了？總的來說，就是這幅畫是1/3真畫、1/3仿畫和1/3補畫的拼貼，做到了真正的一真一假。蘇晨，你少在這故弄玄虛。如果真是按你說的那樣，那造假的人圖什麼？費這麼大功夫拼一幅畫，圖好玩嗎？第一種可能，這幅畫有所殘缺，只能找人補畫連模，把殘損的部分補上，好提升價格。第二種可能，有人故意把一幅完整的古畫裁成3節，再配上仿作和補作，拼成3幅完整的畫，一畫3賣，翻倍賺錢。上個月，海城的一家拍賣行有一幅南山獻壽圖以3000萬的價格拍出，在我拿到面前這幅畫時，以為是海城的拍品有問題，
现在看是我被骗了。不只是你，你们都被骗了。你们说来说去不都是猜测？有本事把证据拿出来！光凭一张嘴，谁不会说？可以啊，我现在就能拆给你看。不行，万一它就是真话，你赔得起吗？再说，现在这幅画已经属于宋家了，你要拆也要问一问宋家同不同意。我同意啊。秦小姐，可以向你借一把裁纸刀吗？你确定只需要裁纸刀？对。系统，帮我。这个分拆的手法，瀚海做了10几年老师傅都未必能做到。竟然真的拆出来了！这个苏晨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？有这样的技术，江城那些世家怕是要開出1000萬級別的高價才能請他出手吧？不可能，蘇晨只是一個平凡人，怎麼可能有這麼厲害的技術？如果蘇先生這樣的能叫平凡人的話，全世界的修復師都可以不幹了。周小姐，現在你還有什麼疑問嗎？那我花5000萬買的這幅畫值嗎？真的那部分值1000萬，仿的那部分值50萬，補的那部分最多5塊。那我不是被騙了嗎？這幅畫是誰送來的？是鄭家。畫是我送來的沒錯，但你們瀚海收了也上了拍，現在宋家喊了價拍了版。歸根點底是你們瀚海的鑑定師看走了眼，宋小姐運氣也着實不怎麼好，畢竟錢貨兩動，概不退換。鄭先生，你送來拼接件卻假裝是真品，這是欺詐。按照行規，秦總，你們自己人都沒看出來，不從自己身上找問題，還怪賣家，說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話。怎麼辦？給爺爺買的生日禮物沒了，我5000萬的零花錢也沒了。松鶴延年圖保存狀態80%。品級極高，市場估值8000萬到1.2億。這還能這樣？如果我什麼都不說，事情結束後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谶紙拿走，這1.2億就是我的。但是算了，誰讓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軟呢？瀚海拍賣行也不過如此嗎？敢做不敢認，有本事討伐我們，沒本事賠償宋家損害啊！宋小姐，這5000萬的損失，我們瀚海願意出。秦小姐，我知道你想幫我，但爺爺告訴我，做人最重要的是誠信。這幅畫我已經掏錢買了，不管真的假的，我都認。真是一群糊塗蛋！周林、鄭浩，你們就笑吧，因為你們很快就笑不出來了。宋小姐，別哭了，我讓你看場好戲。什麼好戲？蘇晨，你又在裝什麼鬼？這畫都拆成3塊了，還能糊弄誰呢？讓他演，我看他能演到什麼程度。蘇晨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大家的時間都很寶貴的，沒工夫看你在這裡胡鬧。蘇晨，你瘋了？沒事點什麼火啊？蘇晨，你該不會是被拆穿了沒面子，想燒畫銷毀證據吧？這是反切術。這個技法已經失傳近100年了。蘇先生，你是從哪裡學來的？家族秘傳。畫中藏畫，這是什麼技法？一般過於珍貴的藏品才會這麼用心吧？那宋家到底是賠了還是賺了？是松鶴延年圖，我只在史料上看到過。這幅畫已經銷聲匿跡了2000年，連專家都斷定它已經因為戰亂而遺失。沒想到竟然被藏在這樣一幅拼接畫的谶紙裡。秦小姐，那這幅松鶴延年圖值多少錢？有剛才那幅貴嗎？剛才那幅畫的錢，可連這幅的1個角都買不到。這幅松鶴延年圖價值可是超過了1個億。所以這幅價值1個億的畫是我的啦？對，太好了，把這幅畫當生日禮物，爺爺一定會很高興的。不對，這幅畫是我的，你們不能拿走。鄭少，
你刚才自己说的钱货两杀，概不退，这话才过去多久？怎么现在看到底下的画更值钱，就想反悔了？我不管，这幅画价值1个亿，我5000万卖出去的，亏大了，我现在后悔了，我不卖了。我看谁敢动！来人，郑先生，这里是瀚海拍卖行，东西上了拍台，落了锤，签了单，就是定了。你要是在瀚海的地盘上抢客人的东西，可以試試。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你们如果还想像上次一样被丢出去，尽管闹。苏晨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？上次的青铜诀也是，这次的古画也是，你是不是因为離婚的事故意报复我？周小姐，別自戀了，我沒空跟你對着幹，也沒興趣報復你。我就只是收了宋小姐的一根棒棒糖，收了人家的東西，就沒有不幫忙的道理。從今天起，瀚海拍賣行終止與鄭家的所有合作關係，此前所有預約的拍品一律撤拍，鄭家相關人員禁止踏入瀚海拍賣行任何場所。兩位，請吧。蘇晨，你等着，今天這口氣，我一定會討要回來。蘇晨，你以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在江城，誰要是敢欺負你，你告訴我，我幫你出頭。好，那我以後在江城也算是有靠山的人了。下周是我爺爺的壽宴，我邀請你一起來，你可不要不給面子哦。好，我一定去。蘇先生，你剛才和宋小姐說什麼了？不會是在騙人家小姑娘吧？我1個億的畫都幫他拿到手了，還有什麼好騙的？蘇先生，你今天展示的這些拆拼接畫、反切數接底，在江城拍賣行這個圈子裡，能做得到的人2隻手數得過來。瀚海缺一個真正的鑑定師，我願意開價年薪1000萬，你要不要考慮一下？秦小姐，我這人自由散漫慣了，坐不住辦公室。相比於打工，我還是更喜歡收破爛一些。在瀚海幹1年才1000萬，我有系統幫忙，找到1000萬級別的文物可是分分鐘的事。任誰都知道要怎麼選。好吧，蘇先生，我尊重你的決定，但瀚海的大門始終為你敞開。院長，您這姿勢保持多久了？歇會兒吧，不然眼睛會受不了的。頂腹的這個位置有一行很不容易被發現的銘文，只是磨損得太厲害了，大半都看不清。我老了，手法生疏了，拿不準就不敢隨便補。但這段銘文要是能解讀出來，對研究的價值那可是不可估量的啊。我聽說瀚海拍賣行那邊最近出現了一位很厲害的文物修復師，有人親眼看到他用了失傳多年的反切法接畫，把一幅拼接畫裡藏的真意完好無損地起出來了。你說的是真的？我會去一趟瀚海拍行，看能不能把人請過來幫忙修復頂上的銘文。好，你快去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秦總，我是來打聽一個人的。聽說貴行最近出現了一位精通反切術的文物修復師，我想請他去研究院幫個忙。沈教授，你說的那個人確實來過瀚海，也出手幫過一個忙，但他不是我們的人，我也無權替他答應什麼。不是瀚海的人，那為什麼會出現在瀚海？他是我們瀚海的客人，也是我的朋友。那秦總可以給我您這位朋友的聯繫方式嗎？研究院那件事太重要了，我必須盡全力去做。晨風路233號，你可以去那裡找他。你說的這個晨風路233號是不是個廢品站？你竟然知道那裡是個廢品站？我想，我知道那位大師是誰了。謝謝秦總。連研究院的人都認識，蘇晨，你到底是何方神聖？蘇先生，沈教授，你怎麼來了？我現在可沒有文物能再賣給你。蘇先生，這次來我是想找你幫忙的。你之前交給研究院的那件青銅鼎，我們發現了一行銘文，但磨損得厲害，連陳院長都拿不準，不敢修。我聽說了你在瀚海拍賣行的事跡，所以想請你幫忙。這幾日我陸陸續續找到了一些文物，系統也在隨之不斷升級，但升到80%後就怎麼也升不動了。上次再把青銅鼎交給研究院後，立刻升了30%，會不會這次也和研究院有關？好，我跟你走一趟。
就是这裡。我先試試看吧。好。苏先生，只用这2樣，真的可以修复好吗？相信我。系统，開啟文物修復模式。終於好了。這寫的是“國者大器也，重任也，不可不善為責所而後處之”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意思就是國家是天下最重的器物，最大的擔子，必須深思熟慮，妥善安置才能安定。200年了，我們猜了200年，原來古人想告訴我們的是這個。還原商青銅夔龍紋大鼎命紋，積分加2000。國寶修復系統當前進度100%，恭喜宿主解鎖高級階段，開啟新功能。不是，是什麼情況？國寶修復系統維護中，功能加載推遲，請改日再試。在搞什麼？關鍵時刻掉鏈子，你可是系統啊，還能這麼不靠譜？蘇先生，你為什麼這個表情？是有哪裡不對嗎？沒有什麼不對，我就是高興，高興。蘇先生，今天這個忙，整個研究院都記住了。往後有什麼需要我們出力的，你只管開口。陳院長，您客氣了。同為大夏子民，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。好，大夏國未來有你們，我就能徹底放心了。這手筆，不愧是江城第一的大家族。蘇晨，怎麼又是你？還真是陰魂不散。周林、鄭浩，你們怎麼有臉來這兒的？你們到底知不知道這是誰的壽宴？當然知道，葛家可是江城第一大家族，葛老爺子的壽宴可不是一般人能進的。知道你還來，正因為知道才來。鄭家被瀚海拉黑後，生意差了許多，但江城的生意場上又不是只有瀚海一家。今天來葛老爺子的壽宴，就是來跟葛家打好關係。只要葛家肯扶持，鄭家照樣能東山再起。蘇晨，就算你再有本事，我不信你這次還能阻止我。哦，那你們知不知道葛老爺子有個孫女，而且對她非常疼愛？知道。那你們知不知道葛老爺子的這個孫女不姓葛，而是隨他母親的姓氏？有聽說。那你知不知道葛老爺子的這個孫女叫什麼？我管他叫什麼，我今天是來給葛老爺子祝壽的，又不是給他祝壽的。葛老爺子來啦！那個是……爺爺您慢點，今天您最大，所有人都等着給您敬酒呢。知道了，全家裡就你這個丫頭最關心爺爺。葛老爺子的孫女姓宋，叫宋晴初，就是在前幾天的瀚海拍賣會上，差點被你們那幅假畫坑了的小丫頭。丫頭，怎麼了？爺爺就是他們，那天在拍賣行拿一幅拼接的假畫當真的賣給我，騙了我5000萬，被揭穿後還罵我是蠢貨，敢罵我孫女？從小到大，我連一句重話都沒對她說過。要不是蘇晨幫我拆穿了，我就被騙慘了。而且最後發那幅畫之前，這倆人又死皮賴臉想搶回去，欺負我最寶貝的孫女，還敢出現在我的壽宴上，你們怎麼敢的？誤會，老爺子，這都是誤會。老爺子，宋小姐說的有些誇張了，我們就是逗了她一下，開開玩笑而已。可我覺得一點都不好笑。哼，當着我的面還敢胡說八道，真當我這把老骨頭是吃素的嗎？諸位，從今天起，葛家和宋家會斷掉和周家、鄭家的一切合作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想跟葛家或者宋家繼續合作，那我建議你們也掂量掂量，要不要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攪在一起。什麼周家、鄭家，連給葛家和宋家提鞋都不配吧？葛老爺子放心，回去我就把和周家、鄭家所有的合作取消。其實我早就看他不順眼了。你們憑什麼這麼對我？得罪了瀚海拍賣行還不算，現在又把葛家和宋家得罪了。你與其在這裡無能狂怒，不如在自己身上找找問題吧。那我呢？我又做錯了什麼？為什麼周家也要跟着倒霉？周林，
你和郑浩是臭味相投，蛇鼠一窝，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你们自找的。哼！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拖出去！不要！你干什么？苏晨，我求你了，你帮我说句话好不好？我们好歹做了3年夫妻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不就是因为我和你离婚，心里不平衡，才故意针对我，针对郑浩吗？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复婚，只要你救救周家。周林，不是你赶我出门，是我瞧不起你，把你给踹了。我们两个之间的确有差距，但不是我不如你，而是你不如我。什么？你赶紧松手！谁要跟你复婚？苏晨现在是我的朋友，你快点放开他。苏晨哥哥现在不要你了，你不许靠近他。宋小姐，你不用这样，我自己可以处理好。不行，我说了要保護你，就要保護你。我一向說話算話。丫頭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爺爺，你說什麼呢？現在可是在爺爺的地盤，爺爺能為你做主，你確定不需要爺爺幫忙？好了好了，爺爺明白了。蘇小友，你在瀚海拍賣行幫助晴初的事他已經告訴我了，你的確是個很不錯的小伙子。老爺子謬讚了，我覺得你不錯，晴初也喜歡你，不如來做我的孫女婿怎麼樣？啊？葛家就晴初一個孫女，宋家也就晴初一個外孫女，你只要娶了晴初，以後葛家、宋家就都是你的了。一個江城第一的葛家就夠吸引人了，再加上一個宋家，沒有人會拒絕吧？天上掉餡餅的好事，怎麼讓這小子給撿到了？嫉妒啊！我不同意，我是鄭家少爺，家裡有權有勢，憑什麼被一個撿破爛的比下去？我不服！你們怎麼還在這裡？只要我覺得蘇小以後就能把一切資源傾斜給他，而你和鄭家早晚會從江城消失。來人，來人，把他們拖走！考慮的怎麼樣了？我不同意。上次邀請您來瀚海拍賣行，您拒絕了。這次我願意把年薪開到1個億，外加瀚海10%的股份，怎麼樣？這是請去拍賣行工作，還是上趕着給人家嫁妝要嫁人啊？蘇先生，您的文物修復技術在江城找不到第二個，是非常難得的人才，所以我正式邀請您來考古研究院出任教授。研究院的教授必須要10幾年的經驗才能拿到的職位，他竟然被求着去，這要說沒有私心誰信？蘇晨哥哥，你真要拋下我跟他們走嗎？系統維護完成，高級功能文物追蹤已解鎖，宿主可通過系統獲取遺失文物的坐標信息，追回流向國外的寶貴文物。3位小姐，你們的心意我都領了，但我想了想，和瀚海的鑑定師、研究院的教授宋家的女婿相比，我還是更喜歡收破爛，所以我們有緣再見了。